欢迎收看简科普频道。还没订阅的观众朋友们，请在下方按一下订阅按钮哟，以及不要忘了点赞和分享，谢谢宝宝们。绝望的尽头是什么？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抑郁症。首先，明确一个概念，抑郁是一种情绪，而抑郁症是一种疾病，所以它们两个完全不是一回事。首先，我们来说一下什么是抑郁。每个人其实都有心情好和心情不好的时候，那心情不好，我们就会感到很难受、痛苦，甚至压抑。再严重点的话，就什么都不想做，比如说不想上班，不想上学，然后也不想跟别人说话，这些都叫抑郁，是一种正常的心理情绪，但它不是疾病。而抑郁症是一种脑功能障碍的疾病，和单纯的抑郁有两个非常大的区别。第一个就是程度不同，抑郁症患者的内心这种抑郁程度和我们的心情不好完全不一样，可以用极为痛苦来形容。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周期不同，像我们平时心情不好，最多也就1-2天，之后会自己慢慢的调节，淡化这些负面的情绪。而抑郁症的这种抑郁的时间会特别的长，有的甚至10几20年都无法自己调节，而且它这个没有时间间隔，不会说中间你吃了一顿好吃的，心情就会变得好一些，不会。所以长时间的无法自我调节的痛苦心情就会引发幻觉，而这种幻觉通常都是幻痛，莫名其妙的全身疼。所以抑郁症最终会对人的心灵和肉体造成双重打击，逐渐就会导致人们产生结束生命的想法，许多人因为这个抑郁症而去世的。所以抑郁症可以算是心灵上的一剂毒药。那么也由于抑郁症患者会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所以他们也无法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责，比如说不能继续工作，不能继续学习，甚至不能和别人正常的沟通交流。而这个病如果大范围爆发的话，甚至可能会造成人类的灭绝。其实在近几年，抑郁症已经成为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据目前的统计，全世界大约有2.8亿人患有抑郁症，也就是说差不多占全球总人口的3.5%。当然这是一个平均值，每个地方的比例也不一样，而且近些年来看的话，年轻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抑郁症都有哪些症状，大家也可以通过这些症状来判断一下自己或者身边的人有没有抑郁症。第一个症状就是情绪长时间的失落，这也是抑郁症最明显最重要的一个症状。那么第二个症状就是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也什么都不关心，这个症状的根源就是对满足感的丧失。其实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根本上就是为了追求一种快感，一种满足感。我们吃好吃的食物，出去旅游，这都是为了追求快感。而抑郁症患者他没有这种快感，也得不到任何满足。比如一个人特别喜欢吃鸡腿，这顿饭有鸡腿，他就变得非常开心。但是抑郁症患者他不会，即使他很喜欢吃鸡腿，但是你给他100根鸡腿、1000根鸡腿，他也高兴不起来，所以就会导致他们对任何事情都没有兴趣。那么随着这个快感的消失，他们的一部分情感也会随之消失。就像一个成语，喜怒哀乐，只剩下了怒和哀，也就是只有负面情绪了。那么说到这，可能已经有朋友觉得自己抑郁了，说我是对什么都没兴趣，什么都不想做，每天是躺在床上看看手机，打打游戏之类的。那像这种情况，那就肯定不是抑郁症。为什么？因为抑郁症是什么兴趣都没有。换句话说，你玩手机打游戏能够找到快感，你怎么能叫抑郁症？对，顶多也就算是个宅男或者宅女。那么第三个症状就是体重的剧烈变化。通常抑郁症患者因为没有食欲，所以他们的体重就会迅速的降低，可以说是暴瘦。所以胖一些的人一般都没有抑郁症。说到这，我突然想到一个冷知识，考一考大家，是咱们中国有一个成语正好形容这段话，叫做心宽体。什么读胖的都读错了，读胖的赶紧点赞关注。这个词面盘心宽体盘，你可以去考考你的家人或者朋友，看看他们知道不知道。然后我们来说第四个症状是抑郁症患者通常都有非常严重的睡眠障碍，主要表现为2种，一种是睡不着，就是失眠，或者说睡不踏实，就是睡了跟没睡一样。还有一种叫做过眠，就是睡着了就好像昏迷了一样，怎么叫都叫不醒。第5个症状就是运动神经异常，因为无法控制自己的肢体，比如说身体发抖、运动不协调之类的。那么第6个症状就是疲惫感和无力感，这种疲惫感是一直持续的，无论你怎么休息都无法
缓解，结果就会造成目光呆滞、四肢无力，甚至呢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而这种无限的疲惫感，最终也有可能引发过眠，而且这种过眠是没有任何反应的，是你即使拿针去扎它，它都醒不过来，因为大脑把这种神经全部都切断了。所以单独生活的抑郁症患者是非常危险的，他真的有可能睡着就醒不过来了。那么第7个症状就是无价值感和无尽的自责。通常抑郁症患者会极度的丧失自信，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价值，然后就会开始思考自己活着的意义。那么这个症状严重之后，就会引发妄想症，或者叫做被害妄想症，是总觉得自己被欺负了，被针对了。比如抑郁症患者明明不是自己的责任，却把所有的问题都往自己身上揽，说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责任。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其实这和第8个症状有关系，就是思考能力的下降。思考能力下降之后，人就无法理清任何事情的头绪，他理不清头绪，就没有办法对事情进行判断。所以抑郁症患者很多都无法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就什么都不敢做，进入一种思想纠结的状态。那么第9个症状也是抑郁症最严重的一个症状，就是会产生自残或者自杀的念头。其实这种念头就源于无尽的痛苦，再加上无尽的自责造成的。那如何预防抑郁症呢？其实一直以来，心理学家都在研究这个抑郁症，结果发现，抑郁症虽然是个心理疾病，但是它和其他的心理疾病不一样，就是常见的心理疾病一般都是受过什么伤害或者刺激然后造成的，可是抑郁症不是。就好比一个人在完全没有受到任何刺激的情况下，也会突然患上抑郁症，并且它和你的社会地位、富裕程度、生活是否幸福没有任何的关系。也就是说，即使这个人的社会地位再高、再有钱也没有用，谁都有可能患这个病。所以心理学家就搞不明白，说这个抑郁症难道不是心理学范畴内的吗？结果医学界经过研究发现，还真不完全是心理问题，因为研究发现了引发抑郁症的病毒基因，也就是说，抑郁症和一种病毒有关系。这种病毒叫人类疱疹病毒6型，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病毒，大部分人身体里边都有，尤其是家里边有小孩的朋友们都应该还记得，孩子小的时候会突发幼儿急疹，就是浑身起疹子，发烧一般2-3天就下去了，这其实和这个病毒就有关系。那么成年人免疫力强一些，所以这种病毒在我们身体里只是潜伏状态，它不怎么繁殖。但是如果你最近生活不规律，免疫力下降，它就开始繁殖了。普通的症状就是嘴上边起个泡，而且我们很多时候都认为这是一种上火的表现，但其实也是疱疹病毒开始大量繁殖的表现。所以嘴上起泡的，或者说身上起泡的朋友要注意了，如果不加以调节控制，这个病毒就会攻击人体的一个叫做嗅球的这么一个组织，进而影响大脑，对神经系统产生破坏，让人开始变得抑郁。所以抑郁症的患者单纯通过心理辅导是很难治愈的。那么既然是病毒作怪的话，理论上只要研究出相应的疫苗，应该就会好很多了。所以在不久的将来，这个问题应该很快就会得到解决。那么现阶段如何预防抑郁症呢？大概就是3点：不疲惫、不压抑，保持良好的免疫力。当然了，现在谁还没个压力？无论是人际关系的压力，还是学习工作上的压力，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又有什么独到的见解呢？欢迎留言与大家一起讨论。